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觉得一个国家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够从一个马上要破产、全世界都觉得它要完蛋的失败国家，一下子变成是一个手握核武器，还能够给中东那帮最有钱的王爷们当贴身保镖的狠角色呢？18个月，你没有听错，这个不是我在瞎编，这是真真切切发生在巴基斯坦巴铁身上的故事。2024年初的巴基斯坦，那是一脚已经踩在悬崖边上了。它的外汇储备说白了，就是国家手上所有的这些外币现金，一度只剩下45亿美刀。后来好不容易涨回到80亿，但是这点钱就够买2个月的进口货。就好像你下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但是兜里就只剩下200块钱，全家老小还等着吃饭。还有更要命的就是通货膨胀，当时的 CPI 已经达到了35.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你辛辛苦苦攒的钱，一年时间购买力就已经没有了1/3。这个对于普通的巴基斯坦的老百姓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洗劫。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在地上来回审查，国内的政团还闹成一锅粥。全世界的新闻头条写到巴基斯坦的时候，用的词全都是崩溃、违约、绝望。但是你猜怎么着？时间快进18个月以后，2025年9月17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世界的记者都挤在这个皇宫里面，闪光灯咔嚓咔嚓的响。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跟沙特王储 MBS， 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签署了一份文件，叫做战略相互防卫协定。这个协定里面最核心的一条是，对于任何一国的侵略，均应被视为对于两国的侵犯。听上去是不是特别耳熟？没错，这个基本上等同于把北约宪章第5条给原封不动的搬过来了。这也就意味着巴基斯坦跟沙特这两个国家在眉来眼去10几年之后，正式领证结婚，成了军事同盟。当然了，他们俩的关系一直都不错。从6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就有点像是沙特的边外保镖。沙特边境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巴基斯坦都会派兵。沙特要练兵呢，巴基斯坦还会派教官。两伊战争那一会儿，甚至直接有15000名巴基斯坦的大兵就驻扎在沙特那边。所以本次签协议更像是一种把多年以来老朋友的这样一种默契，用法律手段给敲定了下来。但这又不是一份普通的军事协议，最让大家睡不着觉的是它背后那个若隐若现的东西——核保护伞。在官方正式文件里面写的特别小心，一个核字儿都没有提，但是有一个沙特高官，他悄悄跟路透社的记者说了一句信息量爆炸的话。他说呀，这份协定涵盖了所有的必要的防御跟军事的手段。您仔细品一品"所有"这2个字。而且没过多久，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也干脆不装了，他直接把窗户纸给捅破了。他就公开说，根据协定，巴基斯坦的核能力将可供沙特阿拉伯使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玩得非常高明的延伸威慑，这是一个专业术语，听上去唬人，但其实特别容易理解。说白了就是，我巴基斯坦自己有核武器，那我罩着我的盟友，谁敢动我的盟友的话，就得掂量掂量会不会挨上我一发核弹。巴基斯坦跟沙特这个协定玩的绝就绝在，他不明说，但是他又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就逼着以色列或者是伊朗想对沙特动手之前，脑子里面必须要先过一遍最坏的剧本。万一我打了沙特，巴基斯坦对我扔核弹怎么办？就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就是这样一种故意搞出来的战略模糊，才是这个军事协定最大的威慑力。而且你看这个操作，因为协定文本上根本就没写，所以巴基斯坦就可以在不违反国际条约的情况下，达到延伸和威慑的实际效果。这样一种只做不说的玩法，真的是顶级的地缘政治的操作。
那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挖一层，你就会发现，这个新联盟是两种特别现实的行为凑到了一块儿。对于沙特来说，这个叫制衡，因为很简单，我找一个帮手一起对付我最大的敌人。那对于快要破产的巴基斯坦来说的话，这个就更现实了，叫做搭便车。我抱紧一个有钱老大哥的大腿，换点救命钱。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双重的动机，才让这个利雅得跟伊斯兰堡的轴心变得异常的稳固。而从破产的边缘到中东王爷的这个核保镖，这个大逆转简直就是预言成真了。在外交圈里面一直流传着一个非常著名的笑话，据说沙特王储曾经对一个美国政客说过，我干嘛要自己费那个脑劲去买什么铀材料造核弹呢？我直接从巴基斯坦兄弟那边买一个不就完了吗？在2025年的今天，没成想，原来这样一句玩笑话居然就变成了现实。它告诉了我们一场地缘政治大交易的本质，就是一个国家它可以用自己压箱底的战略资产，也就是核武器，换来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援助。这场大逆转，它已经不再只是巴基斯坦一个国家的故事了，它标志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我把它叫做核威慑的商品化。那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有一点点复杂，但是我给您打一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巴基斯坦说白了就是穷保安，虽然自己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但是他手里握着一个大杀器，就是核武器。而沙特呢，就是城里面那个最有钱、住着大 house， 但是也最没有安全感的顶级客户——沙特王爷。而这样一场交易的本质呢，就是用终极的安全承诺来换取无限续命的金元。在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的时代，核武器不再只是一个国家最后的保命底牌，它变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是一把可以出租的核保护伞。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中等强国，它到底是怎么在危机跟机遇的十字路口，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豪赌，彻底改变了它自己跟整个中东地区的命运呢？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我们一块儿把这场世纪豪赌的内幕来扒一个底朝天。那话说回来，巴基斯坦的这样一场逆袭，它更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熔炉里面被活活锻造出来的，而点燃这个熔炉的，就是巴基斯坦自己长期的内部问题跟致命的外部危机。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它长期以来其实一直陷在一个惯性危机的怪圈里头。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国家没有钱了，就去找外部援助，援助拿多了，就欠了一屁股债，债太多了，就又爆发这个经济危机。而为了解决危机呢，没办法，只能又拿自己的地缘战略的价值去搞交易，换新的援助。你听听看，这个像不像是一个永远也醒不过来的噩梦呢？而这个噩梦的根源，在一个政治经济学上很有名的概念，叫做精英俘获。说白了，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头，有一个由军方、政客跟商业大佬组成的小圈子，这个精英联盟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整个国家给牢牢地控制住了。他们垄断资源，享受各种税收的优惠跟政府的补贴，他们疯狂地给自己捞钱。那与此同时，谁要是敢提及改革，谁要是敢动他们的蛋糕，他们就会绕他好看。那举个例子，巴基斯坦的军方，它不光是军队，还是巨大的商业帝国。而这个国家想要从农业、房地产业这些既得的利益集团里面收到税，是比登天还难。到了2024年的时候，这个噩梦循环里面所有的问题一下子总爆发了。当时巴基斯坦的经济那叫一个惨字儿，从2019年开始，天然气的价格飙了8倍多，电价涨了1倍多，政府为了从 IMF 那里贷到款，只能咬着牙削减补贴，结果就是老百姓喝的包装牛奶比欧洲卖的还贵。而与此同时，法定的最低工资还被压在非常低的水平，
这个直接导致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啊！世界银行估算一下，光是2024年这一年就有260万巴基斯坦人掉到了贫困线以下。这还不算完，2024年2月的议会选举搞得政坛鸡飞狗跳，前几年那样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把经济的底子都快冲垮了。而国际上的大宗商品价格又暴涨，所有这些事儿凑在一块儿，直接把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财政推到了悬崖边上。以前的救命稻草 IMF 这次也不好使了，他们给的条件一个比一个苛刻，一个比一个痛苦，而且谈判还经常谈崩掉。所以你看，这一次巴基斯坦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熬一熬就能熬过去的小麻烦，这是一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崩溃，严重到连精英阶层自己都开始害怕了。这种经济上的窒息感让伊斯兰堡的决策者们压力山大，他们当时满脑子就一件事，必须要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一条能够甩开 IMF 又能够让国家活下去的路。就在巴基斯坦国内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国际上一把巨大的铁钳也正在向他夹过来。东边是他的老对头印度，这几年印度花了大价钱搞军事现代化，他买了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还部署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改变了南亚的力量平衡。印度他变得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敢动手。2025年4月，克什米尔那边一出事，印度立马就搞了一个新杜尔跨境打击的行动，这个就是他战略自信最直接的表现。而再看西边，巴基斯坦跟他以前的老大哥美国关系是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像是纯粹的生意关系。华盛顿现在一门心思都扑在跟中国搞大国竞争上，还把印度当成是印太战略的核心。那这么一来，美巴关系就被降级了，巴基斯坦很难再从美国那边拿到先进武器，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小了很多。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内部经济快要崩溃了，外部军事压力山大。那么就在这样一种双重绝境底下，谢里夫政府启动了一个计划，后来管这个计划叫做凤凰计划。在我看来啊，这个计划它不是临时性的缝缝补补，而是一个环环相扣、逻辑非常清晰的整体的战略布局。它包含了3个大的转向，目标就一个，让国家涅槃重生。那第一个是金融转向，说白了就是搞钱，保住经济的命脉。政府首先向东看，跟中国捆绑得更紧。虽然很多人担心中巴经济走廊的这个债务问题，但是在经济这么危急的情况底下，还是中国出手输血，一个85亿美金的新的合作协议，给巴基斯坦的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同时呢，巴基斯坦也拼命向海湾那帮富哥们求救。阿联酋承诺投资100亿，沙特也给了超过60亿美金的融资支持。那这样一笔钱，对于稳住外汇储备简直是救命钱。第二是技术转向，快速升级武器装备。这场技术升级的核心是巴基斯坦的空军，他们加快列装了中国的歼10C 战斗机的速度。最关键的是能够挂中国最先进的霹雳15远程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就让巴基斯坦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从土耳其买了不少的先进的雷达跟电子战的设备跟系统。这个武器来源也开始多元化。那第3个是政治转向，进行国内动员。在国内，巴基斯坦政府的玩法很高明，他们巧妙地利用来自于印度的军事威胁，把老百姓的注意力从高达45%的通货膨胀上给转移开了。通过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整个国家一下子就团结起来，军方的支持率也蹭往上涨。这个就为后面一系列的大动作铺平了道路。所以你看，2024年这样一场生存的危机，可以说是把巴基斯坦精英阶层那样一种得过且过的幻象给彻底的粉碎了。
他们面前的选择题变得特别的残酷，却也特别的清晰。以前那样一种在中美之间搞平衡、两头吃好处的玩法已经行不通了。向西看是 IMF 条件特别苛刻，还会动自己的蛋糕，而向东看才有活路。而凤凰计划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一个非常连贯的大战略。核心思想在我看来非常简单，第一步，先用中国的军事技术给自己升级，打造一个全新的筹码，一个能够威慑强敌的军事力量。第二步是把这个筹码卖给那些有钱但是缺乏安全感的海湾王爷们，换回自己活下去的资源。蓝图画得再好，也需要一次实战的向全世界证明它的价值。而这样一场战略的路演，很快就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天空克什米尔的上空拉开了帷幕。而整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那么2025年5月7号在克什米尔上空发生的印巴空战，就是这张蓝图的概念验证的产品。我们不要小看非常短暂的这个印巴空战，意义是极其重大。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巴基斯坦新战略的一次实战的考试，更像是一场办给全世界，特别是中东那帮金主们看的军事的路演。而路演的结果是直接改变了南亚的军事平衡，还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让整个中东的安全格局都重新洗牌了。整场空战的细节可以参考英国一本非常权威的军事杂志《空军月刊》的最新特别报道。印巴空战的核心看点是什么？是两种世界顶级的超视距空对空导弹面对面的直接 PK。那首先，巴基斯坦它有预警机在天上当大佬来坐镇指挥全场战斗，歼10C的机群根本就不用跟印度飞机来狗斗，它离得老远，在安全区就把霹雳15给发射出去了。整场战争的关键不在于导弹本身能飞得多远，而在于从发现你到摧毁你整个杀伤链条的效率有多高。而且巴基斯坦的空军居然成功干掉了印度花大价钱买来的 S-400防空系统，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对敌防空压制的作战。那限于篇幅，我就不展开了。总之，巴基斯坦的战术为什么能够成功呢？核心就在于它在中国技术支持底下建立起来的网络中心战的能力。这个概念听着有点玄乎，但是其实也就是把预警机啊、地面指挥中心跟前线的战斗机用数据链给实时串联起来。那这么一来，巴基斯坦空军就能够获得压倒性的信息优势，他们能够比对手更快地完成观察、判断、决策、行动这个循环。你想想看，在瞬息万变的空战里面，你比对手快半秒，就有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简单打一个比方，印度的军事力量就像是一堆顶级的零件，阵风啊、流星啊、S-400，你单个拎出来，个个都很能打。但巴基斯坦呢，虽然它的单个作战单元也许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它的优势是在于能够把所有的作战单元给整合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智能化的整体，而零件是打不过整体的。所以这场空战打完，克什米尔的硝烟还没散尽呢，影响就迅速传到了中东，一场剧烈的安全地震彻底把过去几十年的老规矩给颠覆了。而这一切的导火索居然源自于中东霸主以色列。简单来说，巴基斯坦是打赢了一场现代化的体系之战，但伊斯兰堡的决策者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整场胜利真正的价值不在克什米尔，而在千里之外的波斯湾。而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一次精准打击简直是给巴基斯坦送上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神助攻。2025年6月，以色列说伊朗马上就要能搞出核武器了，然后就对于伊朗的核设施、科学家跟革命卫队的高层发动了一连串闪电般的打击。几天之后，美国也用隐身轰炸机跟着补了2刀。虽然军事专家都觉得伊朗距离真正造出核弹其实还差得远，但是以色列显然不想等了。从进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的霸主，他绝对不允许任何对手拥有挑战自己地位的能力。所以
本次的军事打击，它不光是为了反对核扩散，它更是为了维护在中东的军事霸权。但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在3个月之后，2025年9月份，以色列对于卡塔尔的首都多哈的哈马斯领导人发动了一次空袭。那为什么这次空袭的冲击力这么大呢？我们要看一看多哈是一个什么地方。卡塔尔它不光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更关键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进总部和整个地区最大的美军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就在卡塔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一个驻扎着上万美军的铁杆盟友的首都，以色列竟然敢悍然发动军事打击，而美国呢，他要么是默许了本次行动，要么他就是没有能力去阻止以色列发动本次行动。这个信号对于海湾那帮王爷们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因为几十年以来，他们一直靠着美国的离岸平衡的战略来保护自己，说白了就是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在外面看着，有事儿了就出手来摆平。但是多哈空袭这件事情血淋淋地告诉他们，美国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它是有选择性的。华盛顿可以为了以色列这个盟友而牺牲掉卡塔尔这个盟友，这一下子让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他们是彻底没有信心了。美国在中东的角色从以前那个可靠的裁判变成的是一个连自己都摇摆不定的矛盾体。多哈空袭等于是宣告了美国主导的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信誉破产，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就这么出现在海湾地区，而这个真空恰恰为我们视频的主角巴基斯坦打开了一扇历史性的机遇之窗。卡塔尔这件事情让沙特王爷们下了最后的决心，利雅得的决策者他们也想明白了，靠着一个单一的还不可靠的外部的保护伞太危险了，他们必须得找一个独立而且信得过的威慑力量。当远在天边的美国靠不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疯狂地寻找新的更可靠的保护。但这个时候中国自己是不方便直接下场来收小弟的，而沙特呢，发现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事资产简直是为中东量身定做的。巴基斯坦是穆斯林世界里面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且还有一支庞大而且专业的军队。巴基斯坦的经济危机跟沙特的安全危机正好形成了一种完美的互补的供需关系。那于是巴基斯坦用自己最核心的军事跟核能力来换取他最急需的经济救命钱。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屌诡的地方，就是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他这样一种极端的经济的脆弱性，反而成了他最独特的战略的筹码。为什么呢？因为巴基斯坦的穷困潦倒反而让沙特对他特别放心，因为他知道这个保安是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只能够死心塌地的。而印巴空战在事实上变成了是一场面试，在实战当中，巴基斯坦向海湾的金主们完美的展示了自己到底有多能打。这样一场胜利让后面那样一份战略相互防卫协定的签署变成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那巴基斯坦凭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敢把自己的安全跟中东捆绑在一块呢？因为它的常规军事力量跟老对手印度相比的话，发生了特别微妙但是又非常关键的变化，而带来这个变化的就是中国。巴基斯坦的胜利是因为他成功的把预警机啊、战斗机啊、电子战的部队给整合成了一条无缝衔接的杀伤链，把射程这个单一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体系作战的优势让巴基斯坦的常规威慑的能力提升了，所以空军月刊认为这个标志着南亚次大陆的空中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巴基斯坦在东线，也就是面对印度这边，他有了更大的底气，有更大的安全感，这样他才有足够的信心，有能力把战略资源投到西线去跟沙特搞新的联盟。
所以巴基斯坦西进战略的赢家跟输家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它的这个战略转向在南亚次大陆引发了一场强烈的地缘政治的余震。对于印度来说，这个新冒出来的利雅得跟伊斯兰堡的轴心简直是一个战略噩梦。你看巴基斯坦的腰杆，它一下子就变硬了。它不但是在印巴空战当中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大，而且现在抱上了沙特这个金主爸爸的大腿。它不但能够续命，还能够拿到更多的钱、更大笔的钱去升级它的武器，去买歼35。其次呢，这个协定严重的捆住了印度的手脚。那以后的话，印度想要再对巴基斯坦动武，还得想一想这个会不会看作是对于沙特的间接侵犯，会不会引爆了整个海湾地区的外交跟经济的反弹。所以面对这么一个新的情况，印度的官方反应其实非常谨慎，反映了新德里的两难处境，既要对巴基斯坦的这个新联盟保持警惕，但又不想得罪沙特这个重要的油站。而在外交辞令的背后，印度真正的应对是加速跟以色列抱团，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制衡行为。你巴基斯坦不是跟海湾国家玩到一块儿去了吗？行，那我就跟这个地区另外一个重要的军事跟技术的强国以色列，我们走得更近，来抵消你的影响力。印度跟以色列的合作，在2025年的这个新的形势底下，真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国防、情报、空间技术、网络安全，基本上能够合作的地方都合作了。而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揭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现实，就是中东跟南亚这两个过去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板块，现在竟然已经被深度的捆绑在了一块儿。我们一起把这个惊人的链条给大家梳理一遍。这样一场始于中东的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导致了沙特对于美国的信心的崩塌，而这个促使位于中东的沙特去和位于南亚的巴基斯坦结盟，而这个跨区域的同盟改变了南亚大国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略平衡，这个又反过来迫使印度去深化跟以色列的联盟来作为反制，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一个利雅得、伊斯兰堡的轴心跟另外一个与之对立的新德里、特拉维夫的轴心，就这么悄悄的形成了。我们看到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到孟加拉湾，那这样一片广阔的土地被整合成了一个单一的、联动的，而且高度不稳定的安全的大舞台。那当然了，这么大的事儿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大国的博弈。在这样一场地缘政治的大戏里面，中国扮演了一个特别精明但是又非常低调的区域经纪人的角色，而美国呢，就像是一个反应特别迟钝的巨人，被动的退到了幕后。我们看到中国它并没有直接下场去打架，而是关键的赋能者跟最终的受益者。首先第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中国提供的歼10C 跟霹雳15让巴基斯坦有了向西走的这个底气。其次的话，中国是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地区和平的调解人。北京成功调解了沙特跟伊朗这样一对死对头，恢复外交关系之后，中国在那个地区的外交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巅峰，它能够跟地区所有最大的玩家沙特、伊朗都能够说上话。在我看来，中国的战略可以叫商业现实主义，而美国呢，被各种条约跟历史的包袱捆着，但中国的影响力就灵活跟务实的多。它通过一带一路这样一种经济的手段，再加上军售跟外交的斡旋，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一种玩法避免了美国那样一种搞军事联盟非常沉重的负担，让中国可以在沙特跟伊朗这样一种死敌之间左右逢源。相比之下，美国有点像是自己战略惯性的受害者，他长期搞的那个离岸平衡的战略，到了21世纪的第3个10年，开始越来越没有人信了。华盛顿在中东政策上摇摇摆摆，尤其是在多哈事件上，这样一种被认为是抛弃盟友的表现，等同于是亲手制造了一个权力真空，然后让中国给积极的填补上了。所以说到底，2025年这样一场地缘政治的巨变，可以看作是中美全球竞争在西亚跟南亚地区的一次
集中体现。中国通过耐心的布局、经济的渗透跟灵活的外交，成功的抓住了美国战略收缩创造的机会。而美国呢，正因为没有能够适应这个多极化的世界，它主导的那个旧秩序正在从边缘开始一片一片的剥落。当然了，再好的战略也得有最牛的人去执行。巴基斯坦空军的那些飞行员就是这样一把利剑的锋刃。在巴基斯坦三军里面，空军一直被认为是专业化程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他们的文化就是强调专业、纪律跟创新。在印巴空战里面，这样一些沉默的精英，他不光是展示了高超的个人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迅速掌握全新的中国作战系统跟复杂的网络中心战的战术，这背后反映出这样一支部队强大的学习能力跟卓越的专业素养。而本场地缘政治的巨变也深深地影响了巴基斯坦的社会心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24年初，整个社会笼罩在经济崩溃的焦虑跟对于政府的绝望里头，但是印巴空战的胜利一下子把整个一切都给扭转了。盖洛普的一个民调显示，这个民调特别有意思，冲突结束以后，有高达93%的巴基斯坦人，他们对于军方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我也经常在网络上看到巴基斯坦的推友发自内心的为自己的国家跟军队感到自豪。所以印巴空战的胜利就像一剂强心针，把整个国家的叙事从经济上的绝望跟屈辱一下子就转上了军事上的荣耀跟自信。这种信心的提振也很快的反映在了经济层面。和沙特签约的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巴基斯坦的这个股票交易所的指数咣的一下就大涨，创了历史的新高。而他们的商界领袖也觉得跟沙特深度捆绑，经济这下就稳了。他们甚至开始呼吁政府赶紧跟沙特签一个自由贸易的协定，好进入那个每年进口额超过2000亿美刀的巨大市场。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逻辑，就是一场对外的军事胜利能够完美的解决内部的合法性的危机。谢里夫政府跟军方通过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并且通过在对这个敌人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完胜，他们非常成功的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失败的痛苦现实转移到了军事强大跟民族自豪感的光环上来。这个完美的展示了外部冲突是如何被工具化来服务于内部权力的巩固的。那说到这个地方，我在想，这样一种以核心战略资产换取生存空间的模式，是否也在为全球其他热点地区的棋手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参考呢？所以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其实会发现巴基斯坦跟沙特这个战略的联盟已经不再只是两个国家的事了，一个以沙特的资本跟巴基斯坦的核能力为核心的新的逊尼派的军事集团可能正在形成。而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卡塔尔也有兴趣来加入，那这个就必然会引发地区性的军备竞赛。这个新集团在中东的出现会从根本上改变地区主要对手的战略算计。对于伊朗来说，你想想看，在它的西边突然冒出来一个有核保护伞的强大的逊尼派的联盟，这个肯定会迫使德黑兰重新评估它的地区战略，它的战略空间被极大的压缩了。而对于以色列来说，情况就更复杂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有一块基石，就是它在该地区享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著名的背金主义。它会对任何敌对国家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现在，一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被放在了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底下，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以后想要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引发核报复的风险。这个极大的束缚了以色列的手脚。这样一场地缘政治在中东的重组，还顺手为全球两大经济走廊的竞争划上了一个句号。由美国推动，想要连接印度、中东跟欧洲的那个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也就是 IMEC。 那这个项目能够成立的基础，就是参与国之间有高度的政治互信。然而，当沙特的核心安全利益跟印度的主要战略对手巴基斯坦
捆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互信的基础它还存在吗？一个把印度当成是潜在敌人的防务联盟，是不可能成为连接印度的经济走廊的可靠枢纽的。所以 IMEC 这个项目在我看来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了。而随着 IMEC 的消亡，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成了这个地区无可争议的主要互联互通的框架。而作为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它的战略地位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抬升。巴基斯坦这个案例，我觉得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供了3个特别深刻的启示。第一个就是中等强国在崛起，他们不再是被动接受大国安排的棋子，而是主动的基于自己互补的需求去构建自己的联盟体系，正在成为塑造地区格局的棋手。第二个是超级大国的安全保障正在贬值，这个地方我们说的是，随着美国的战略收缩，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寻求安全伙伴的多元化，说白了就是他们不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来对冲单一依赖美国的风险。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一个全新的全球市场已经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先进的非对称的军事技术可以直接用来交易，来换取经济安全跟战略的自主权。我们看到巴基斯坦从快要破产的失败国家到成为中东王爷的核监护人的这样一段旅程，就是这个新市场上第一笔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笔交易。当然，故事到这个地方并没有结束，尽管这份协定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是短期的巨大的利好跟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它也为巴基斯坦制造了一个深刻的战略悖论。你可以想象看，通过延伸它的核保护伞，巴基斯坦把自己直接放在了中东地区2个最不稳定的冲突火山口上，一个是逊尼派跟什叶派的教派对立，也就是沙特跟伊朗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个就是阿以冲突。这个必然会激怒他的邻国伊朗，也会让以色列第一次把巴基斯坦看作是一个直接的战略对手。而且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从此以后就和中东地区的稳定以及沙特的持续的慷慨给紧紧的捆绑在了一块儿。所以说到底，巴基斯坦是用一种地缘政治的脆弱性换取了经济上的脆弱性的缓解，它解决了眼前破产的危机，但代价是什么呢？是承担起了在中东冲突当中扮演前线国家的长期的高风险的角色。所以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豪赌，巴基斯坦他赌赢了第一把，但说起胜利的话，现在还为时尚早，因为他第一把的这个胜利也把他带到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更加不可预测的全球棋盘之上。那未来的路到底会怎么走？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是艾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